老頭 Z， 我看片看了20幾年，自認淚腺早就幹成仙人掌了。但昨天從戲院走出來的時候，我簡直哭到隱形眼鏡差點掉出來，旁邊的觀眾甚至哭到要借氣喘噴劑。這部電影就是《別離無恙》，在日本大賣了整整40億日元，昨天才剛在台灣上映。聽我一句勸，如果你的生活最近很壓抑，或者你心裡一直有個人沒能好好說再見，去買張票，然後面紙一定要帶整包，那種超商賣的一小包絕对不夠你擦。對了，如果你喜歡聽老頭子我用最直白不說客套話的方式幫你挖掘好片，記得先訂閱一下老頭 Z 影視觀測站。我的頻道因為講話太老實，經常被演算法針對，你們的訂閱就是我繼續在影視圈講真話的唯一動力。這部片由三木孝浩執導，岡田惠和編劇，兩位日本催淚界的大神聯手，基本上就是擺明了要來搶劫你的眼淚。故事主角清水美空是一個求職屢屢碰壁的社會新鮮人，他隱瞞着一個驚人的秘密，那就是他能聽見逝者的聲音。但你放心，這絕對不是那種陰森恐怖的靈異鬼片，那些逝去的靈魂沒有怨氣，他們只是還有話沒說完，而清水美空就是他們在人間最後的翻譯官。他會用他的耳朵去拼湊出那些靈魂來不及對家人說出口的心聲。美空偶然遇見了板東會館的資深生命禮儀師七原里二。七原這個人平時冷酷嚴厲，講話毒舌，簡直就是魔鬼上司的代言人。但只要站在棺木前，他對逝者那種細膩的體貼，會讓你瞬間對他改觀。他發現了美空的特殊能力，並引導他進入這行。目前這部片在日本的Yahoo電影拿到4.6的超高評分，台灣這週末也才剛上映。老頭 Z 我看完真的只能感嘆，導演三木孝浩的光影美學還是一樣無敵，把殯儀館拍得像教堂一樣神聖溫暖，那種透過窗戶灑在棺木上的逆光唯美到不行。但實話實說，這部片前半段的節奏稍微有點拖，尤其是美空跟逝者對話的奇幻設定，剛開始看真的會有一點中二感。如果你是期待看什麼緊湊的推理或驚悚解謎，那這部片的前30分鐘可能會讓你坐立難安，甚至想拿手機出來滑。它就是純粹的緩慢的，用溫馨情緒把你慢慢淹沒的劇情片。導演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人和情感的連接上，沒有高大上的技術炫技。如果你能耐下心熬過前面的鋪陳，後面的情緒海嘯會讓你覺得所有等待都值得。隨着美空正式在板東會館實習，電影也進入了最讓人崩潰的單元劇部分。導演非常聰明，他沒有用宏大的敘事，而是把鏡頭對準了2個最平凡卻也最痛徹心扉的家庭，把那種最真實的離別之痛狠狠撕開給你看。第一個是久保田夫婦的故事，由志田未來與渡邊圭佑飾演。他們要面對的是失去了年幼的女兒比奈。你想象一下，你是一個母親，每天早晨習慣去親吻女兒的臉頰，現在卻只能隔着冰冷的棺木，看着她像個洋娃娃一樣躺在那裡。你看着那張曾經充滿歡笑的小臉，如今卻緊閉雙眼，你忍不住想伸出手去摸摸他的額頭，卻被殯葬師提醒不能破壞遺體。那一瞬間，你突然意識到，這輩子你再也牽不到他的手了。這種世界崩塌的感覺，電影用極其克制的鏡頭拍了出來。志田未來的演技在這一幕簡直就是核彈級的。他在葬禮上沒有瘋狂歇斯底里的大喊，而是用一種近乎麻木的平靜，輕輕地撫摸着女兒的手，直到棺木即將合上的那一刻，他的手突然顫抖，眼淚在1秒鐘之內奪眶而出。那一瞬間，你真的會被那種白髮人送黑髮人的無力感和悲傷徹底擊碎。你會感覺自己就像坐在那個葬禮的後排，連呼吸都覺得沉重。而另一個單元則是北村匠海與古川琴音飾演的年輕夫妻。古川琴音飾演的妻子玲子在懷孕期間突然過世，留下北村匠海飾演的丈夫亮太，一邊是新生命的期待，一邊卻是妻子的猝然離世。這種打擊簡直是命運最殘酷的玩笑。北村匠海在這部片裡貢獻了他從影以來最令人心疼的表演。有一幕戲，亮太抱着空無一人的嬰兒蘭，坐在客廳的沙發上，眼神空洞地看着天花板。他沒有哭，但他的肩膀在微微發抖。他像個被抽乾靈魂的木偶，拒絕相信這一切是真的。當美空走過去，告訴他玲子其實有話想對你說的時候，亮太那個從不可置信、憤怒到最後防線徹底崩潰的表情變化，真的會讓人的心揪成一團。那一場戲，亮太對着空氣說：“對不起，我沒能保護好你們。”簡直是全片最大的哭點。這就是編劇岡田惠和的魔力。他自己也說過，他寫這部戲時最想探討的不是死亡本身，而是活着的人該怎麼帶着傷口繼續走下去。他沒有給這些遺憾一個奇蹟般的完美結局，因為人死不能復生，但他給了遺族一次和解的機會。在電影的後半段，我們終於要面對那個一直站在陰影裡的男人七原里二。每當初棺火化前，七原總會用他那低沉內斂的嗓音，對着逝者輕聲說一句：“
不久之後就要道別了。這句話是這部片的原名，也是全片的靈魂。一開始你可能會覺得七元這句話說得很冷靜，甚至有點無情，像是在照本宣科。但這時候老頭 Z 我要來做個反轉了。我們在看這類殯葬題材的電影時，往往會陷入一個盲點，以為生命禮儀師是個神聖的擺渡人，他們早已看盡生死。錯了，大錯特錯。這部片直接打碎了這個刻板印象，生命禮儀師根本不是什麼神聖的超越者，他們往往只是把自己的傷口藏得最深的那個人。美空在跟七元共事的過程中，意外發现了七元的秘密。這個平時看起來刀槍不入的男人，其實自己就是個無法走出來的生者。在6年前的一場不慮交通事故中，七元失去了他最愛的妻子瑤，而瑤正是由新木優子特別客串演出。原來他之所以成為生命禮儀師，不是因為他對這行有什麼偉大的志向，而是因為他當初沒能好好跟妻子告別。他每天看着別人告別，其實是在無數次的重溫自己當年的痛。他用溫柔送走別人，卻唯獨留下了傷痕累累的自己。當西木優子飾演的瑤在美空的特殊能力下短暫現身，他沒有對七元說什麼感天動地的誓言，只是溫柔地摸了摸他的臉，告訴他你已經做得很好了。那一刻，木黑蓮所展現的不是一個專業的禮儀師，而是一個壓抑了6年，終於徹底崩潰痛哭的丈夫。這時候你才會明白，那句不久之後就要道別了，根本不是七元对逝者的冷酷宣告，而是他每天對自己死去的妻子的深情告白，也是他对所有遺族的溫柔提醒，趁着還能觸碰、還能說話的時候，把愛說出口。看完別離無恙，老頭 Z， 我坐在座位上很久都起不來。但如果一定要挑骨頭的話，這部片最大的缺點大概就是導演三木孝浩太過泛濫的暖色調濾鏡，有時候美到讓我覺得有一點不真實，像是在看高檔的 MV。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死亡的殘酷感。但它最大的優點是它沒有販賣焦慮，也沒有強行灌雞湯，它只是溫柔地告訴你，哭出來吧，沒關係的。別離雖然無奈，但只要愛過，我們就無恙。這種療癒感是那種大吼大叫的商業大片完全無法給予你的。閉上眼睛，你想想看，你身邊是不是也有一個很久沒有好好聯絡，或者有些誤會還沒解開的人？如果有一天我們也必須面臨不久之後就要道別的時刻，你真的不會後悔現在的冷漠或沉默嗎？最後，老頭 Z 想把這個問題丟給熒幕前的你們：如果你今天擁有了清水美空的能力，在最親的人過世時，你會選擇使用能力聽聽他們最後留下的話，還是寧可什麼都不知道，乾淨利落地直接告別？歡迎在下方留言，我們下期再見。